剪刀石头布，这两位看着像个小孩，但却是所有宇宙的统治者。这游戏实在太无聊了，他们将大神官叫出来。这游戏太无聊了，你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吧。大神官告诉拳王，各个宇宙都在积极准备。悟空率先集齐了10名选手。拳王听到忍不住给悟空点赞。第7宇宙代表队正在开小会。悟空问道：“贝塔去哪儿了？”悟饭告诉他，贝塔叔叔去了天神那里修炼。悟空埋怨他太不够意思了。贝塔打算进入时光屋修炼。印度阿三再三警告他，不准再破坏屋子，否则禁止他入内。但是贝吉塔只留下一个字：哼。他走进时光屋，势必要在大赛中打败孙悟空。但是悟空岂是闲得住的人，请求维斯带他修炼。拳王看到悟空他们都准备好了，激动不已，想立马举办大会。但是大神官说道：“作为神，我们还是要讲点武德。现在还有很多宇宙没有集齐选手呢。再看第9宇宙界王神，怒气冲天，眼冒红筋。因为有人知道了宇宙即将毁灭，所以在大肆破坏。”破坏神问道：“现在召集了几名选手？”三郎告诉他，目前只有3名。破坏神听到气愤不已，瞬间将这个星球破坏了。他打算去其他星球继续寻找。一条隐蔽的角落，一个身披黑袍的人在躲躲藏藏。听到一串脚步声，他异常惊恐，想逃跑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他急忙跑过去给希特跪下：“请赐我一死吧，我根本打不过你。”但他就是个奸诈小人，朝希特发出毒针，接着发出攻击，但瞬间被希特制服。希特告诉他：“我来不是为了杀你，想邀请你加入第6宇宙代表队，若是拒绝，现在就得死。”他一脸阴险地答应了。龟仙人为了克服自己看到美女不能自拔的弱点，前来寻找雅木茶，拜托普洱变身活泼可爱的美女。普洱听到惊恐万分，这岂不是让我失身的节奏？普洱变身美女，房子都成了震颤屋舍。悟空和维斯在贝吉塔的练功房修炼，维斯轻轻一蹦就将悟空打飞了。被锁住的悟空怎会认输？使劲咬了一口，一把将维斯甩开，真是下三滥的打法。再看第2宇宙的选拔大赛，简直成了美女选秀大赛。为了消除别人对他的质疑，布里安开始变身，满屏的爱心泡泡，从一个曼妙的美女瞬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胖子。他画出一个爱心，朝他们发射出去，这是爱心加农炮，剧烈爆炸。这第2宇宙果然有一套。而第10宇宙代表队为了促进团结，正在进行友谊大联欢。听完大神官的描述，拳王更加迫不及待了。他忽然发现第7宇宙有了新动向，撒旦打了电话，布欧睡着了，没办法参加大赛了，因为布欧一旦睡着就无法叫醒，这让大家慌张了。马上比赛了，怎么又来这一招？悟空打算赶紧过去，比鲁斯也要一起前往，打算将他胖揍一顿。距离大赛仅剩4个小时，而布欧能否醒来呢？什么？布欧又睡着了？悟空急忙赶到撒旦家里，看看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，总是在紧要关头睡觉。撒旦告诉悟空，我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就是叫不醒他。悟空说，这下可为难了，上次看到他斗志十分昂扬啊，这该怎么办？距离武道大赛仅剩3个小时了。而另一边，托珀也在寻找参赛队员，他前来邀请骄傲战队的将军。感受到托珀真诚的邀请，将军答应了。撒旦看到依然在睡觉的布欧，深感自己责任重大，要求参战。但是悟空说，你的好意心领了，但你还记得上次的战斗吗？定还会出现比之前更厉害的角色，确定要参加吗？撒旦想起来冷汗直流，我好像不行吧。悟空向比鲁斯汇报了布欧的情况，比鲁斯异常气愤，对着大鸡腿就是一口。第3宇宙也在寻找参赛战士，不过他们星球有点异类，破坏神竟然是个机器人。参赛选手是第3宇宙的最强改造战士，他向诸神展示了他最新的科技成果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将九王神吓一跳。他有最强的求生装置，手臂是有最强金刚制造，可以在击出场外的瞬间抓住擂台，防止出界。但是天使有些疑问，如果手臂被割断该怎么办？接着他的后背出现一段超强吸盘，可以通过强大的吸力牢牢吸入擂台，并且可以伸长4肢，将众人横扫出擂台。世界之大，奇葩真多。库林一家来到布尔玛家里和众人会合，而武天老师也终于克服了自己最大弱点，虽然看到美女还流鼻血，但是依然能够雄起毅力，岿然不动。比鲁斯看着像聚会的大家，猜想悟空一定没有告诉大家实情。悟饭告诉大家，目前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布欧睡着醒不来了，但是由于大家不知道实情，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以为最坏的结果就是1000万没了。殊不知，如果输掉，宇宙将会消失。贝吉塔在时光屋中极力提气，瞬间又将房子毁坏了，大家也感受到了他强大的气场，这样才能彰显我贝爷的霸气。第6宇宙的夹贝正在教卡利弗拉变身，夹贝向他展示变身超级赛亚人，本来以为他学起来比较困难，没想到告知了他技巧，瞬间变成了超级赛亚人。卡利弗拉果然是个天才，第一次变身就拥有超强力量。而躲在一旁的凯尔被他们发现，娇羞地走了出来。卡利弗拉让他也试一下。悟空回到布尔玛家中，刚落到地面就被众人质问，看来大家已经知道了比赛的事情。悟空也是一脸尴尬，
其实众人并不是因为悟空撒谎而生气，而是因为悟空没有告诉他们实情而生气，将所有问题一个人扛着，这简直不把他们当朋友。本来众神被他们的友谊感动了，没想到库林故意说：“我打算退出，不参加了。”比鲁斯岂能饶他，大声吼叫：“你必须参加，否则立即破坏掉！”而布尔玛也打算为大家支付这次参加比赛的奖金。虽然都参加了，但是依然缺少一名成员。悟空突然想到可以让弗利萨参加，大家全都震惊了。而弗利萨真的会参加吗？库林超级惊讶，悟空竟然要复活弗利萨。而恶之帝在地狱中一直不老实，灵魂都无法升天，炎魔大王都拿他没招。但是所有人都反对复活他，因为他对众人来说就是噩梦。但是悟空告诉众人，他会请占卜婆婆帮忙，只复活弗利萨24小时。但是靖王神依然有疑问，那恶之帝怎会乖乖听你的话？而悟空抓住了他求生欲的弱点，所以他一定会参与战斗。但是贝吉塔觉得完全没必要复活那个大恶人，他认为自己可以战胜所有对手。维斯告诉他，有一个星球的人类比破坏神都厉害，并且那个破坏神比皮鲁斯都强，估计那人就是吉连。这让皮鲁斯的老脸有点挂不住。悟空飞到空中寻找炎魔大王的气息，而在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偷偷观察着他们。悟空瞬间来到了阎王殿，将阎王都整诧异了。听到悟空要复活弗利萨，腾的一下跳起。悟空告诉了他宇宙大赛的事情，事态紧急，阎王批准了。而另一边，贾贝正在教凯尔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但是他非常没有信心。这个洗剪吹教给他变身技巧，将力量汇集在后背，他瞬间变成了超级赛亚人。凯尔尝试将力量汇集在后背，却无法成功。两人换了一种方式，愤怒刺激法，对着凯尔就是大骂，骂他是窝囊废。这一句话刺激到了凯尔，自卑的内心彻底爆发，气息不断在提升。二人惊讶地看着凯尔，却痛哭流涕，极力嘶吼，激发出内心潜在的力量。洗剪吹还在鼓励他，但是看着情况似乎有些不妙，急速膨胀的力量摧枯拉朽，惊天动地。而弱小的凯尔也变身成了一个壮汉，外形酷似布罗利，一团绿光瞬间爆炸，二人彻底惊呆了。这还是那个弱小的凯尔吗？凯尔却指着贾贝说：“我要用你的血祭天。”而刚刚躲在树旁的那个人，竟然是第4宇宙派出的间谍。靖王神有点担心，但是破坏神告诉他：“别担心，老弟，拳王又没说不准派间谍。”间谍向破坏神汇报，第7宇宙打算复活弗利萨。悟空来到弗利萨所在的地狱，给弗利萨打了一声招呼，感觉他的生活蛮不错的嘛。悟空问他想不想离开这里，不过只有24小时。但弗利萨感觉他绝对有阴谋。凯尔不断攻击贾贝，实力太强了。原来是因为贾贝在洗剪吹面前太亲密了，惹他生气。洗剪吹告诉他：“凯尔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才不会对这个廉价的家伙感兴趣呢。”听到这样一说，凯尔的气逐渐消退，恢复成常态，从空中落下。洗剪吹急忙过去抱住了凯尔。悟空将弗利萨从树上释放出来，弗利萨还是一贯的邪恶，他早已看出了悟空有求于他，想让悟空将他直接复活，否则不参加比赛。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和悟空谈条件。悟空转身要离开，他却老老实实答应了。悟空回到人间，拜托占卜婆婆将弗利萨带出来。而第4宇宙正在密谋诡计，他想破坏第7宇宙的计划，阻止弗利萨参赛。他们能阻止得了吗？